清晨的6点，天还没有亮，我们已经抵达贵州清镇玉冠山，去探访藏在云端的玄武紫云观。清晨的紫云观格外宁静，在这里我们可以体验道家的慢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吕念同行。今天起来一个大早，我们今天带你走进一座藏在山巅、有着600年的一个历史古道观，就在我身后。好，今天我们随着我的镜头往上面去一探究竟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入观参访的温馨提示。玉冠山山势险峻，云雾缠绕，自古便是仙山的福地。观内留存不少古碑与石刻，记录着道观的修建历史与民间的一些传说。传说张三丰当年云游到贵州，曾在此隐居修行，因此这座道观也被赋予了浓厚的仙园色彩。地下还保留着明代建筑遗址，一砖一瓦都是历史的痕迹。很多人来清镇不知道这座山顶道观，它不大，但仙气、历史、风景全都有。玉冠山不只有道观，更有天然形成的龟蛇、九龙等奇石，与道教文化完美的契合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这座山更具有灵性。山中无岁月，云雾伴清欢。站在这里，真的会觉得所有的疲惫都被山风吹走了。在城市里面待久了，来这里待一会儿，真的很治愈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都带着淡淡的道韵。玄武紫云观不大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，保留着最原始、最朴素的样子。在这千年古树上面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起伏，还有很多人的愿望以及祝愿。玉冠山上的玉皇阁是整个道观的核心，在玉冠山上面还有一口玉冠圣泉，百年不遇不枯，是道观的灵韵所在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山门玉冠圣境，穿过山门便踏入玄武紫云观的地界。这座道观始于明代，与张三丰传说紧紧相连。在玉冠圣境这道门的两侧都用石头雕刻着以前的一个对联，但是随着历史的这个摧残，然后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一丁点字迹。过了这道山门，我们就到了玉冠山玄武紫云观的山顶，贵州少有的山顶道观。从山脚到山巅，从晨雾到晨光，这场玉冠山之旅满是惊喜与感动。如果你也想逃离喧嚣，来玉冠山吧，这里的风，这里的云，这里的道观会治愈你的所有一切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玉冠山顶，这一路走上来不算很长，因为都是这种石台阶，但是早上来特别早，这上面的空气特别的舒适，特别的安静，所以有时候早上来爬山是最好的选择。道观山顶还有一口古泉，水质清冽，常年不枯。如果你登上玉冠山顶，可以来这里品尝一下贵州的水质是多么的甘甜。我现在处的位置就是玉冠山顶的一个玉冠圣泉。听说这个圣泉水的话是常年不会枯燥的，不会干的。这个水可以直接饮用的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取水的一个器具。我们小尝一口啊。它不像在下面喝的那个自来水有那种味道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甘甜，可以尝一下的。你们来这里的话，在道观里面，你不用着急赶时间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看，慢慢的用心去体会，去感受到内心世界
去聆听自己的心声。我现在已经到达了山顶山门这个位置，然后这里就是贵州清镇的玉关山玄武紫云观，在贵州是少有的山顶道观。一会儿随着我们这边往这边去看一下，然后我正前方这里叫钟楼，然后这里悬挂着一口大钟，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口大钟上面雕刻了什么字迹。这里是玉关山的一个简单介绍，上面写的是玉关山玄武紫云观。上面刻着的都是一些带着祝福美好的意义。紫气东来，但在前面句是风调雨顺，道法长存，国泰民安。这里有一张就是敲钟许愿的一个介绍。这可能是有节日，还有什么自己特殊需要的话，可以来这里敲钟许愿。玉关山玄武紫云观有着600年的风雨，一座山巅仙观，藏着贵州少有的清静与仙气。然后主殿的左手边，这里这个楼是鼓楼，那我们过去看一下，因为鼓楼这边没有开门，我们透过玻璃门看一下，透过这个窗户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口大概直径在1米到2米之间的这么一个鼓面的一个大型鼓。可能也是因为有重大节日，还有特殊这种需求的话，才会打开门，然后击鼓祝福。道观的主殿两侧墙壁上都刻有这种经文，你们有没有人看懂上面的经文的这个字体？还有一些图案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个阳光照射在上面的时候特别的明显，立体感也特别的强。如果你到这上面来，可以来细心的研读一下。如果你想来一场又安静又出片的旅行，这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清晨的玉关山玄武紫云观就带大家看到这里，下一期带大家再看更美好的贵州好地方。好，再见。